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和杨紫结婚当天的对话答案，余生夫妇果然甜。最近梦里的海终于把花追出来了。对于肖战和杨紫的粉丝来说，他们结婚的消息是一个巨大的惊喜。请余生多多指教，他们之间的默契让粉丝们印象深刻。顾魏和林之孝在婚礼当天的谈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互相称赞，互相尊重，这种默契非常难得。不少人认为杨紫与肖战之间的合作感也十分自然，可见两人关系密切的默契。在他们的表演中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彼此的理解和倾听，更能感受到这种默契的惊人效果。默契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人际关系和职场中，默契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建立联系，提高合作效率。本文将深入探讨融洽关系的概念，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融洽关系。默契一词来源于英文 rapport， 指的是两个人之间相互接纳、互动的一种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两个人之间会有一种相互理解、默契配合的感觉，往往是不需要言语的。当人们相互理解时，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比预期的要少，结果也会更好。默契通常基于共同的目标、信任、理解和尊重。这种融洽的关系在人际关系和工作场所中效果最好。如何建立默契？默契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的，但是要想尽快建立起默契，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。沟通是建立融洽关系的核心。需要建立融洽关系的人需要开始交流。交流时要注意倾听对方的观点，学会感受对方表达的意思。同样重要的是，你需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概念和想法，这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，从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。2、相互理解和倾听。要建立融洽的关系，您需要欣赏彼此的思想和才能。这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，即使对方的观念和想法与你完全不同。相互理解和倾听是建立更好联系的关键，并有助于双方建立共同的目标。3、尊重。无论您与谁建立融洽关系，尊重都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不尊重对方，你就很难成功建立融洽的关系。尊重包括尊重他人的生活经历、权利和感受。当然，你也希望对方尊重你，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。默契的重要性。建立融洽关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，默契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。在个人生活中，默契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减少矛盾，让人更好相处。在职场上，默契有助于提高合作效率，减少矛盾。同时，建立默契还可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总的来说，融洽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功，并增进彼此的幸福感。肖战与杨紫、顾魏与林之孝之间建立的融洽关系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也可以通过以上方法建立默契。希望你们也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。02、艺人网络影响力。肖战登顶夺冠，227事件粉丝举报没有错。2020年，肖战在艺人商业价值榜网络影响力 TOP10榜单第11周位列第一。然而，在此期间，227事件持续发酵。这件事对肖战本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商业代言被取消，设计侵权被举报，主演参演的影视作品被打低分等等，让肖战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。然而，任何事件都有利有弊。对于不熟悉肖战的人，通过这件事开始了解和关注，当227事件的真相一步步揭开，路人粉转为粉丝，肖战的粉丝不减反增，影响力自然提升。对违反来说，更是增加了他们对肖战本人的喜爱，所以网络的影响力自然是高的。第11周最受关注的是《检察日报》的出版。3月11日，《检察日报》连发5篇文章，呈现各方观点。网络大辩论再次上演，声讨肖战及其粉丝的声音不绝于耳。3月14日，《检察日报》社长赵志刚连发2篇文章，表达了各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。
但这一次不是检察日报官方发的，而是院长发的，很有意义。这2篇文章观点很明确，就是文章下坠是违法的，肖战本人有起诉的权利，肖战的粉丝举报行为也是合法的。在第1篇文章中，从法律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下坠中存在的法律问题。通过对文章的分析，最终认定文章下坠涉嫌侵犯肖战名誉权，文章下坠也涉嫌实施侮辱或诽谤行为，下坠文章涉嫌侵犯肖战姓名权，肖战本人有权对下坠的作者提起诉讼。第2篇从227事件的根源和实质进行了分析。文章的分析是227事件发生以来最客观的，不偏袒任何一方。但是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下坠这篇文章是有问题的，也是这次事件的源头。肖战为反举报这篇文章也是正常的诉求。下坠主角是肖战和王一博2个真人，这篇文章在法律的边缘。不过，关于宝的墙是否与肖战粉丝的举报有关，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文章最大的观点是，这起事件的起因是2派观念和利益的冲突，不能简单的以对错来划分。无论是粉圈还是粉圈，各方都在打着党团结一己的旗号进行斗争。归根结底，这是一种文化冲突。以暴制暴显然不是最合理的方式，肯定会伤到人和无辜的。通过这2篇文章，公众无疑对227事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首先可以理解为227事件起源于文章下坠，这篇文章确实有问题，肖战粉丝举报也是合法的。是否对这篇文章追究法律责任，取决于肖战自己的态度。其次，事件的发酵是不同圈子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的爆发，也是此次举报问题处理方式的体现。以暴制暴最终显然不是最合理的方式，对任何一方都是弊大于利。18天过去了，227事件并没有停止，但是通过各方观点的呈现，我们看到了事件之外更多的问题。当我们还在奉承粉丝为偶像买单的片面观点时，是否应该从问题的本质来看待这起事件？无论是法律上还是文化上，只有更全面、更深入的分析，才能还原真相，真正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，而不是一味的片面的追究某一方、某一人的责任。然而，在这件事情的背后，更多的是公众的质疑和不解。当今社会，艺术家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已经成为我们对待他们的重要标准。但这一事件让我们再次思考，这些标准是不是太片面了？我们需要更客观地看待我们喜欢的明星吗？什么是合法行为？什么是不正当行为？我们面临一些敏感问题，但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和意见吗？这件事或许是一个缩影，折射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。我们需要冷静地看待它，讨论它，为未来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